大家好，我是大伟。春天到了，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爱大家都理解啊，这个是温度上升呢，万物复苏啊，看起来心情舒畅，很多人喜欢踏踏青。恨呢，大家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会恨呢？因为你不是鼻炎患者，你就感觉恨不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患上鼻炎，特别是咱们5年的、10年的，家里有小宝宝的、有鼻炎的，你到春天你看看，出去玩玩你看看，很容易啊就招到过敏啊，花粉过敏，这个鼻子啊鼻水往下直流，而且鼻子不通，小孩子还会影响到身高发育，晚上睡觉口呼吸，咱们就不说了，这个下巴往里缩，对不对？口呼吸的一个面容，成人呢就更遭罪，白天还要工作，然后晚上睡觉又睡不好，特别的难受。咱们今天啊就讲一讲鼻炎。鼻炎呢，它是一个应季而发的，而且呢和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有关系。应季而发，大家能理解啊，春季啊、秋季啊都是鼻炎的高发时间。然后呢，它和我们的免疫力有关，这个就不理解了。但是如果说你长期患有鼻炎，你自己看一看，回头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当你免疫能力啊在好的时候，在巅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鼻子啊反而不是那么容易过敏的。但是如果当你的免疫能力下降了，比如说这个天气季节变化，忽冷忽热的，你的免疫能力一下降，你会发现怎么样？这个鼻子啊开始遭罪了啊！这个是什么？和我们的自身免疫有关系。那么咱们今天讲鼻炎，自然是离不开这2种啊，一个是季节，一个是免疫能力。季节咱们没办法改变，对不对？但是我们免疫能力是能往上去调节的。同时，我要教给大家一个1分钱不花的小妙招，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般来说7到14天，你会发现你的鼻子啊舒畅了，又回到了原先的感觉。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咱们首先要知道你的鼻子为什么会一直往下去流水，那是因为我们鼻腔当中有一层膜，这层膜当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当中会带有大量的粉尘、灰尘、花粉等等一些不好的物质进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粘到了这层膜上面。当膜上面有了这个反应，而且你本身就过敏的话，它就会怎么样？起炎啊，有炎症反应啊，有炎症反应就怎么样？你鼻腔当中它的护卫系统就启动了，流水啊，流水是干嘛？把这些过敏物要冲走。这是他想跟你表达的意思，但是你没有听懂，你只是感觉难受。所以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像家里面进了很多的灰，我们第一反应是打扫干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鼻腔里面要扫干净，怎么去扫？很简单，家里面都有棉签啊，用棉签再拿上一杯热水，水里面多撒一些盐。把这个盐给它搅拌均匀，水里面多撒一些盐，把棉签放到里面搅拌搅拌，就在鼻腔里面从外向内这么转啊，把里面的这个脏的东西都怎么样通过棉签吸附出来。同时你别忘了，咱们为什么用盐水？盐它可以很好的杀菌，很好的消炎，很好的消毒。所以用这个盐让它附着在咱们的鼻黏膜上面，形成一道保护罩啊。所以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鼻子里面转。左边转一下，右边转一下，每天就这么转，把里面先清扫干净，不好的东西让它排出去。排出去以后，东西清扫好了，我们家里面想不让它落灰，是不是防盗门、防盗窗都得关好？怎么去关？来，用2个手指戳住你的鼻孔下方，这叫做鼻上面的4个点，也是奇穴啊。嘴巴闭拢，点上去，转50下啊，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这样50下。50下做完以后，来2个手指放在鼻翼两侧，点进去50下到100下，酸酸胀胀的，就这么揉。这是什么？关你的门，把你的这个保护罩给增强。这2个地方是非常厉害的，把你的整个鼻腔的免疫能力往上提，你的整个抵抗能力上去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抵抗能力上去了，你就不容易过敏了。啊，对不对？你在呼吸一些空气的时候，抵抗能力上去了，再加上我们每天定期的清扫，你就不容易难受。这2个方法咱们一定要去用起来，坚持做上7天到14天啊，无论是小孩的还是大人的，你都可以去做。然后同时咱们一定要记得，鼻腔的抵抗力它是一个局部，整体的抵抗力也很重要。整体的抵抗力怎么去提升？就是多晒晒太阳，多做一做户外的一些运动啊，把我们运动起来，把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全部上去了，你就可以发现，你的这个鼻子好了。咱们之前啊，去遇到了我很多的鼻子上面常年的患有的这种人群啊，往往来说，他们一般采用2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用我刚刚教的这种方法，就是你环境不换的情况下，用这个方法能够带来很大的改善。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我也不想用方法，我也很有条件，我怎么办呢？我到沿海边，我到沿海的，比如像海南啊，比如像一些沿海周边的地方，这种地方空气好，没有污染，到那边一待上一个半年1年，你会发现鼻子仿佛就和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了，告别了啊。但如果咱们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改变环境，那我们只能怎么样？做好这些，同时口罩该戴的还是得戴上啊。这些防护做好了，你会发现鼻炎离你就越来越远。毕竟鼻炎终归到底它就是2把火，咱们把它去消灭了，把它浇灭了，也就没了。好了，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能够带来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咱们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在下面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鼻子的话题啊。这个鼻子上面呢，很多人会有这个鼻炎啊，这个鼻子呢呼吸不通畅，或者说对空气当中某些比如说毛絮花粉容易过敏。那对于这种症状来说，中医当中有一个穴位是对鼻子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叫做迎春穴啊。我们平常对于迎春穴呢进行一些刺激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这个症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独特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单单可以去改善咱们的这个鼻炎或者说过敏，还可以增加咱们的呼吸道，就是对于咱们空气的一个摄氧量。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呼吸变得更加的通顺，同时对于感冒鼻塞鼻子的流涕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方法吧。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迎春穴在哪里。迎春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大家看一下，我笑起来这边不是有个纹路吗？迎春穴就在这个纹路就在这里，大概就在这个鼻翼旁边咱们手按下去，这个就是迎春穴，按下去会有一些酸酸的然后呢，咱们今天这个手法怎么做？大家可以先跟我做一遍感受一下。做完以后呢，你会立马感觉咱们这个鼻子呼吸非常的通顺。我们按住迎春穴，然后呢按进去按进去微微的揉动，记住一定是按进去以后揉动。好，揉揉揉，好，揉完以后，我们手指往旁边滑往旁边滑，你会发现这个手下有一根骨头这个骨头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指一摸就一根骨头，咱们就是沿着这个骨骼这一侧给它去把它揉开来咱们迎春穴往旁边一指一指的移来揉好，揉好，再来看这边它是一个骨骼，我们一定要是在这个凹下去的位置。大家看一下，我手是按下去以后往上顶咱们揉揉。你在揉的时候呢，你去呼吸你一呼吸，你会发现你在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揉我的右侧，我的右侧的鼻子呢就会变得呼吸变得畅快我们就揉开来这个过程大概在1分钟左右我们从迎春穴揉过来揉过来揉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呼吸真的非常的通顺，特别是你单侧的鼻子感觉非常明显。好，第一步做完了以后，咱们第二步用我们的大拇指按住我们的印堂穴然后头微微的上仰，这个手呢点在咱们这个位置，好，点住，看一下呼吸的感觉，按住，保持20秒到30秒，头微微的上仰你会发现整个空气就能进入到你的脑中顺着你的脑中慢慢到你的肺部就是感觉这种感觉是非常舒适的咱们保持20秒到30秒。同时按完以后你的面部会非常的轻松，因为这里走的这个穴位对我们整个面部来说的话，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好，我们继续做20秒到30秒。同时保持深呼吸深呼吸一定要做起来。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进气量是越来越足然后呢，我们再从这边开始做一样的迎春穴选到，好，开始做咱们迎春穴选到以后开始做好，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往旁边去进行移动
啊，好，再来，我们可以用食指，也可以用大拇指，都可以啊。最后啊，到哪里？到这边一个骨头，这是我们的颧骨啊，摸起来硬硬的，往下一点，它是一个凹槽。我们手进去以后，手伸进去以后啊，往上顶啊，往上顶，就在这个凹槽底下去摸。你在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子啊，呼吸就通畅了啊。然后呢，另一只手啊，做完了以后，我们另一只手放到我们的印堂穴啊，然后头微微仰一点，看呼吸，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的整个鼻腔啊完全都打开来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手法。这个手法可以很好的改善咱们的这个鼻塞，同时呢，它有很好的去改善咱们鼻炎、鼻子过敏等等一系列症状。好，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是大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的鼻炎啊又开始犯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冷了啊，咱们这个鼻子啊，它有时候过于敏感啊，对于一些冷空气的进入，如果没有做好及时的防暖啊，就会出现这个鼻炎的一些症状。那大伟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叫做一个三角疗法啊，就是说在我们鼻子上面呢有一个三角区，把这个三角区啊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鼻炎，而且同时呢，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啊变得非常的顺畅，而且做完以后啊立竿见影。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鼻翼两侧啊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啊就是我所指的地方，叫做迎香穴啊。我们给迎香穴进行按揉，它可以有效的去缓解咱们的一个鼻塞症状，缓解咱们鼻炎的一个症状啊。咱们就给它按下去啊，进行按揉，要有酸酸胀胀的感觉啊，揉一个50下到100下啊。揉完了以后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三角区啊。这三角区是哪呢？就是第一个啊是咱们的印堂啊，我把眼睛下掉。第一个是咱们的印堂，第二个呢是我们鼻子啊鼻孔下方啊，就这两侧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中穴两侧啊，我手指的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像不像一个三角形，对不对？那正好从这边到我们的迎香穴啊，就到这。好，我们来看这个方法怎么做，大家来跟我来做啊。首先，我双手点住我鼻孔下方，点好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啊，我去压住我的印堂穴啊，压好，好，两只手啊同时的下压，力量呢不要太大，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印堂穴这只手啊，千万不要压着以后力量没扎稳一下戳到眼睛了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力量啊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比如四指给它固定住，固定在额头啊，大拇指往下去压啊，这样的话呢它比较稳啊。这个就是小细节。你看，我们点住我们鼻孔下方，好，点好啊。另一个4个手，你看，为了方便演示啊，我4个手就不撑了，我用这个大拇指，看点住我们的印堂穴，好，点住，同时下压，保持一个5到10秒钟。好，这个时候啊，呼吸，看一下感觉，再来。是不是感觉呼吸会非常的轻松，同时你的静息量变大啊？这不是你的错觉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刺激这个穴位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效果哈。我们再试一下，100下啊，50到100下的迎香穴啊，然后呢再去双手在鼻孔下方啊，另一只手在我们的印堂穴去点揉啊，按住大概在1分钟左右啊，就这样按住。然后正常呼吸，每天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遍啊，它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咱们这个鼻子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方法大伟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有这个鼻子上有问题的人，或者是你呢有一些感冒鼻塞早期这个鼻子不通的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缓解，非常好。好，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相信有些粉丝朋友们还记得之前分享过几期有关鼻炎的视频，当时很多人看了以后就特别的有共鸣。早几天我意外的收到了一封电子感谢信，内容呢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大伟老师你好，真的太感谢你了。之前看到你关于鼻炎如何调理的方法分享以后，不仅我孩子近3年的过敏性鼻炎终于消停了，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发作，而且早几天我老公更是惊喜的告诉我，他近20年的老鼻炎终于也能闻到香味了。
因为原来我老公鼻炎啊非常的严重啊，闻不到香味。那么下面的内容啊我就不念了。其实之前的视频我也提到过关于鼻炎的问题，我过去和很多人一样也觉得很顽固很难治愈，但是后来啊有幸的遇到一位调鼻炎的老专家，经过一番指点以后啊，才让我解开了多年对鼻炎反复问题的困惑。往往很多人啊自己或者孩子患有鼻炎，平时啊就不太重视，一旦鼻炎发作难受了，他就病急乱投医。其实患有鼻炎平时啊更要重视积极的解决，不然鼻炎和其他健康问题一样，也会越拖越严重。那么今天我呢就把老专家那儿学到了一些宝贵经验，再次分享给更多的有缘的朋友。这个视频啊涉及到专业知识，所以时间会比较长，希望大家能坚持的看完，相信一定会对解决鼻炎困扰茅塞顿开。为什么就你会患上鼻炎，而其他的人却不会患上呢？其实这个问题咱们如果好好思考，就引发出了鼻炎反复的关键点。我们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的2个鼻孔作为人体呼吸的大门，它是24小时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所以在一呼一吸之间空气当中大量的灰尘过敏源病菌就会被我们吸入鼻腔。当遇到鼻腔抵抗力强的人自然就不会被感染，但如果遇到鼻腔抵抗力弱的人呢，鼻腔黏膜就容易被感染，进而引发鼻炎的问题。也许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是过敏性鼻炎，或者就我是鼻窦炎或者慢性鼻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感染的部位不同，或者患有鼻炎时间的长短不同的一种外在表现。所以想要真正的摆脱鼻炎长期的一个反复，就要从导致鼻炎的外部根源和内部根源双管齐下同步解决。第一个就是坚持清洗鼻子减少咱们病菌的反复感染促进鼻腔自我修复。这就如同我们为什么要刷牙清洁我们的口腔，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口腔病菌的一个滋生，从而有利于我们自我修复。第二个呢，就是鼻腔的抵抗力解决引发鼻腔的内在根源。那么如何提高鼻腔的抵抗力呢？平时坚持跑步运动这样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从而促进鼻腔的抵抗力提高。除了运动可以提高鼻腔的抵抗力以外，我们还要及时的清理鼻子。在这里大伟给大家分享一款有助于提升我们鼻腔抵抗力的洗鼻液。那么这款洗鼻液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一次，也是我一直给周围患有鼻炎的朋友们推荐的，他们有的自己在用，有的呢给孩子在用。用的舒不舒服舒服。反馈都不错。这个洗鼻剂的配方除了含有生理性海盐水外配方当中还含有尤加利提取物、维 C 等成分对于鼻炎是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尤加利提取物它主要是产自澳洲，当地人如果感冒了鼻子不舒服，就会把尤加利作为一种天然的良药。现代研究呢，这个尤加利对于防治鼻炎也特别的好，而且还可以滋养鼻腔、抗过敏、缓解鼻塞。除此以外，这个洗鼻剂还含有天然薄荷、百里香提取物等等成分不仅用的是非常舒服，而且就是我这个距离闻起来以后也感觉特别的清新舒畅。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上面说的配方都是以植物提取物为主绿色安全，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也在用。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洗鼻液它有一个配套的洗鼻棉棒。我周围很多朋友的孩子使用过以后都非常喜欢这款专用的洗鼻棉棒。这个专用的洗鼻棉棒泡水以后会特别的柔软，柔软的程度就跟婴儿的皮肤一样，清洗鼻腔是非常的舒服，而且还方便。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根洗鼻棉棒的这个清洁头它表面上有很多微小的蜂窝吸附的小孔，就如同微型吸尘器一样，轻松的就可以吸附到附着在我们鼻腔当中的一些灰尘过敏源病菌等这些有害的物质，从而保障咱们鼻腔内部的清洁和干净，促进鼻炎的一个自我修复。这个洗鼻液再加这个专用的洗鼻棉棒，就能够解决鼻炎的内因和外因。对调理鼻炎确实非常的科学，所以这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更多被鼻炎长期困扰的朋友和孩子。那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正规的网上店了解一下。鼻子舒畅呢，自然就爱上呼吸了。这款洗鼻液的名字也叫做爱呼吸。艾呢是艾草的艾。视频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患有鼻炎平时尽量不要熬夜，早睡早起多运动，杜绝不好的生活习惯让身体的体质变得更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可以分享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点赞支持，谢谢大家。鼻炎真的会影响孩子身体长高吗？鼻炎往往年年犯，年年治。面对鼻炎顽固，有没有从真正根源上调理的好方法呢？大家好，我是大伟。早几天看到一篇国外的专刊报道说有鼻炎的孩子难长高。一开始呢，我看到这个标题感觉太夸大了，因为鼻炎是鼻腔的问题，长高是我们骨骼发育的问题，我们正常人都会认为是两码事。不过看完文章的分析以后结果还是大大的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有鼻炎的孩子晚上睡觉时往往鼻腔当中有很多的鼻涕堵塞，呼吸不畅，造成了鼻塞的问题。孩子的大脑会缺氧，进而影响睡眠。我们都知道睡
睡眠质量非常的重要啊，睡眠不好啊，就会导致孩子的身体啊生长激素分泌下降，最后影响孩子身体长高。而且呢，他们跟踪调查还发现，有鼻炎的孩子会比没有鼻炎的孩子平均矮上5到8厘米。其实不仅鼻炎对孩子的身高有影响，鼻炎还对孩子的学习记忆以及睡眠健康都会造成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去高度重视的。那么关于鼻炎往往年年犯年年治这个问题，其实过去我和很多人一样，也觉得很顽固很难治愈，直到去年有幸遇到一位70多岁调理鼻炎的老专家指点以后才解开了对鼻炎问题的困惑。那么面对鼻炎顽固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的摆脱鼻炎长期的困扰呢？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2个从根本上调理鼻炎的方法。不过为了让大家对方法能够一次性的理解到位，我还是要先帮助大家搞清楚一个关键的根源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鼻炎，而有些人不会呢？其实只要把这个问题给搞明白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很多人平常都忽视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鼻腔作为我们呼吸的门户，我们鼻子上2个鼻孔是24小时暴露在空气当中不闭合的。所以呢，当我们的鼻子在一呼一吸时伴随着空气当中大量的灰尘、病菌、过敏原这些物质它们就会被我们不断的吸进我们的鼻腔当中。那么鼻腔抵抗力强的人呢，自然就没事。当遇到鼻腔抵抗力弱的人呢，鼻腔就会被感染而发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炎。也许有些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会有人是过敏性鼻炎或者鼻窦炎、慢性鼻炎呢？其实呢，这些都是鼻炎的炎症部位不同，或者是严重程度不同的一种表现而已。通过上面对鼻炎的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想要真正的摆脱鼻炎长期反复的困扰，就要从导致鼻炎的根源出发。我给大家分享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坚持清理鼻腔，解决好鼻炎的外因。这一点我相信不少鼻炎患者都知道。这就如同我们对待手上的伤口，首先要给伤口上面做好清洁卫生，为的就是减少反复感染和促进修复自愈。第二个呢，关键就是提高我们鼻腔的一个抵抗力，解决好鼻炎的内因，这才是能实现鼻炎的长久健康。那么如何提高我们鼻腔的一个抵抗力呢？平时要多运动或者跑步，坚持晚上多用热水去泡脚。日常饮食上呢，要尽量保障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和蛋白质这些营养，这些都是有利于增强我们身体体质，提高鼻腔的抵抗力。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助于提升我们鼻腔抵抗力的洗鼻液。这款洗鼻液也是我一直给身边朋友推荐的，有大人用，也有小朋友在用。包括之前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大家反馈都很不错。首先声明呢，我不卖产品，仅仅是分享供大家去了解，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帮助。这款洗鼻液的成分除了含有生理性盐水以外，还含有尤加利提取物、维 C 等成分。维 C 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利于提高抵抗力咱们有鼻炎的朋友呢，他们的鼻腔是特别需要这类能提高抵抗力的成分的。还有这个尤加利提取物，它主要产自于澳洲，当地人都把尤加利当做一种防治鼻炎感冒这种天然的良药，可以滋养和舒缓我们的鼻腔。除此之外，这个洗鼻液还含有天然的薄荷、百里香提取物，味道闻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清新舒畅。它的配方都是以植物提取物为主，孩子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洗鼻液配套有专用的洗鼻棉棒。这个专用的洗鼻棉棒泡水以后特别的柔软，就跟婴儿的皮肤一样柔软，特别是很多孩子使用以后都非常的喜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洗鼻棉棒，它上面的清洁头表面有很多微小的蜂窝吸附小孔，就如同微型吸尘器一样，能轻松的清除掉我们鼻腔当中的灰尘、病菌、过敏原等有害物质，减少鼻腔当中的反复感染，促进鼻腔的自我修复。所以这个洗鼻液加上这个专用的洗鼻棉棒，从鼻炎的外因和内因去解决，对于养护鼻炎的确比较科学。所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早日摆脱鼻炎长期反复的困扰。我知道视频发出去肯定有很多人会问我，在这里我声明一下，我不卖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正规的网上店或者药店查找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大家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另外最近气温也开始升高了，天热了，逐渐步入了夏季，患有鼻炎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日常当中咱们还是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因为这些不好的习惯会容易影响我们的身体和鼻腔的抵抗力，希望大家平常多注意一下。我是大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谢谢大家。